湖南的深山里藏着一座原生态的古老村落，村子保存着大量古朴的泥土老屋，烟火气原汁原味。在一个山谷的路口处，我们发现有电线杆顺着山势一路向深处延伸。带着好奇，我们沿路往前走，脚下是坑洼泥泞的土路，不少路段被杂草遮掩，溪水还漫过小路缓缓流淌。一路跋涉，好不容易才走进山谷深处，才发现房屋已经废弃，早已没有人居住。山谷间的山泉水叮咚作响，顺着岩石汇成小巧的瀑布，清幽又治愈。守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年迈的老人，他们平日里种菜喂畜，日出劳作，日落休息，日子简单又安稳，岁月格外平和。住在这里的黄叔叔陪伴着他的父母，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。在这里晾晒笋干，烧制木炭，非常的勤劳又能干。在古村落里，我们倾听当地的老人缓缓诉说着这里的过往。从前这里烟火鼎盛，人声热闹，处处充满生机。可时过境迁，如今村里的只剩不到10户人家，留守的基本上都是老人。这里远离城市喧嚣，空气清新，山野安静舒缓，保留着独一份的山野温柔与岁月静好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现在我来到湖南大山深处的一个古村落，在我身后有一条响彻山谷的山泉水形成的一个小瀑布，在这条小瀑布的旁边，还长满了很多野菊花。在我身后，我们发现有电线杆往那个山谷深处延伸。在那个山谷里啊，我们发现有一栋泥土房，但是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居住。我们现在就一起徒步走过去，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沿着旁边的一条羊肠小道走到这个山谷里面去看看。哇，刚刚这个瀑布啊形成的山泉水流下来形成了一个小型瀑布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呐！你看现在这个地方啊，到处都是山泉水流下来，这个路都没法走哎。但是这条路看起来杂草比较多啊。是啊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居住，感觉走的人很少哦。你看，到处都是山泉水。因为最近湖南这边呢，连续10天、20天的下雨，所以山里面的山泉水呀，特别的充沛。而且湖南这边的天气呢，也是阴晴不定，变化呀非常快。我昨天还穿羽绒服，今天呢就穿短袖。哇，这个山泉水非常的清澈。以前这个位置啊，应该全部都是当地村民的农田，但是后来没有人打理了，看样子全部荒废了。在这个山岩里面，随处可见的野菊花呀，哇！住在山里面的人呐，水源呐，非常的充足啊，用不完的山泉水。现在这个位置好像路面还算是比较干净哦。你想想，你这个山谷里面要是没有人住的话，他们电力局会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更换这个电线杆吗？哇塞！
你看那个山泉水，四通八达。是的，纵横交错的山泉水，看到水就想玩，全部都是经过农田流淌下来的。哇，以前这个山谷里面的人呢，居住在这里面啊，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啊！看一下，这里面基本上只能徒步。你想骑单车都有点困难嘞。像他们住在山里面的人，想要托运一些比较重的物资啊，那么就基本上是依靠独轮车。这种路推独轮车很难推的。啊，你看这个是古老的青石板搭的简易便桥，因为这个地方啊又有山泉水经过。哇，在这里洗洗菜呀，真的好方便的。我感觉这里都像一条天然的水渠，因为这里面以前有人居住嘛，那栋泥土房在里面，不知道现在里面有没有人居住。最近这几天是晴天，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山里面来。你要是完全下雨天的话，真的是这种路根本就没法走的。所以我不敢想象，要是在下雨天的时候，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雨，然后住在山里面的人，要是突发感冒或什么之类的病的话，他们都很难下山。是的，所以住在山里面的人出行是最大的问题嘛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住在山里面的人呢，基本上很少了，都往大城市里面定居。哇，这个路不好走。哦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地方啊，看样子有这么空旷啊。但是这个路太难走了，要不我们就不过去了吧？我们走到这上面看一下。啊，你看到这个路基本上啊被草给封住了，我估计要走到那栋房屋那里去啊，估计还有一定的距离耶。我看这全都是水。这条路应该是当地村民上山砍柴的一条路吧？哦，砍树对不对？可能走的比较多。啊，你看整个路上啊都有山泉水流淌下来。我们刚刚在那个山谷里面出来，发现刚刚从这边经过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山坳里啊有几栋泥土房。你看我镜头前面的这栋泥土房，粉刷了一下，做了装饰，但是还是比较古朴。房门是关起来的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居住。哦，走到这里来了，这里好像有人说话，对不对？从哪个地方上去啊？走这边。哇！哎，阿姨，你好，我们是在这里来玩的，就是这村里面就看一下这个旅游啊，玩一下呀。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山坳里面啊，就只有这几栋房屋是吧？对。这里面现在有多少人住在这里呀？不多。不多呀？哦。你现在是跟你父母住在这里？啊。哦，现在这里好像我看了就只有几栋房子。那一栋房屋有人住啊？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那里也有人住哦，我刚刚还说门关起来了。
那里是一位大叔住在里面是吧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你们这个地方以前住了多少人呢？哎，这个爷爷，对我们是来这里玩。你们是一直住在这个山里面啊？对啊。哎，我们是看得过去。你们这个房子修建了有多少年了？40多年了。40多年啊。这个的吧。目前这里1栋、2栋、3栋、4栋，这里目前就是4栋房屋。倒塌。哦，好多房屋倒塌了。嗯。你们家哪里啊？倒塌。以前这里经常就是要下去嘛，要下山去的话，以前是有这么宽的路走吗？以前没有水泥路，但是路有这么宽吗？也有这么宽的路啊。你们这个山泉水啊，我们刚刚到那个山谷里面去看了一下，是你们接的管子。哦，一直接到里面去。我们刚刚走了一下，看地上全部都是。对，刚走了一下，那里面有一栋房屋。哎，那栋房屋是主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都住外面去了。医院里长了好多的吧？医院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你都在吃饭吗？哎，不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们就在这里稍微玩一下，看一下了。一回这个就不行了。啊，您贵姓啊？姓洪啊。你年纪有多大呀？我75。75啊？啊，喊你黄伯伯呀。我父母的年纪60几岁啊。这是你养的狗吗？哦，他们的呀。哦，你儿子在这边一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？大家。你儿子啊？哎，他都回去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哦，他住在外面去了，他只是偶尔过来看一下你。哦，那你平时在这里面的话，就还种田吗？没种田了，荒个了。哦，全部荒废了，那就是在这里。我的口径，我哦，那你平时经常一直住在这里吗？我一直住在这里。就是。那是我经手的，我手里搞的。主房就是你的主宅嘛。哎，那是我们的搞的，那个新婚都是我们也住这里进去。哦，就是偶尔在这里住一下，偶尔到那边去住一下，是吧？哦，参观一下你们家房间。功能。对对。哦，你们这个地方啊，这里也是沿着山修的房屋了。这是山泉水。我们刚刚在山谷里面看到水管，应该就是你们家接的。对不对？是的，这个水好清澈的山泉水，所以你说住在这里面，还蛮好的。哇，你这家里打理的好干净哎。是。准备搞晚饭吃是吧？啊？你准备搞晚饭吃是吧？嗯。我刚刚看你从那里采了茶回来。我听不懂啊。哦，听不懂。你年纪有多大呀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不好不问题，我有1分钱都不有。我还有药的。啊，家里还那个有冰箱哦。参观一下你们家里啊，看看。可以。啊，里面还挖了水泥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是春笋吧？哦，你已经把它弄干了，晒干了的。啊，这个春笋是你们在这个山里面挖的。平时你们可能就是回来挖一些春笋啊，来这个里面这里面住一下。这个春笋一般有人来收吗？收，有人收。多少钱一斤啊？干的？30块钱10斤。多少钱？30块钱一斤了。那也还不错呀，不过要晒这么干就是了，那也要费好多精力。还有晒呢。还要晒呀？还有晒哟。哎呦，啊是的，有的干了，有的没怎么干，这个就没怎么干了。可以晒也不晒。是啊，不晒会发霉是吧？我的还有我的婆。哦，你家房子还有蛮大嘞，伯伯。只是看的不是。哦，开灯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白炭。这个炭是不是你自己烧的？是的。哎呦，真的能干呢。啊。是吧？哇，你家房子是确实。那都是我亲手。都是你起的房子，在40多年前修的房子。80几年起的。80几年了，那就有40多年了。40多年了。啊，哎呀，你家里搞得好干净哎。对，不行。
拉得开心那个，我好干净，里面都好整洁的。哎，那栋房屋倒塌了哦。找他，啊，以前你们家养猪的话，是不是在这里养的？哦，现在就养一些鸡。你在这里养一些鸡，养了山羊吗？没有啊。哇，这栋房屋完全坍塌了，你看一下。以前这个里面应该是住了好多人。刚刚黄伯伯他们家的儿子说，这里面现在就住的人不多了，这个位置也就寥寥无几的几栋房屋。咦，前面窝场不是很大，就是，但是它这个进场啊，还是有蛮大嘞。这个是他们家的大厅。我看一下，门前这棵树是枇杷树吧？哦，枇杷树是吧？我看样子是枇杷树。这个枇杷树有多久了？伯伯，你这几株树都是枇杷树吧？这枇杷树有多少年呢？活了有10多年纪。10多年啊！10多年前栽的。10多年。年的。两个都还的，两个了。哦，那边还有啊。这棵枇杷树也有蛮大了吧？也有10多年吧？过个10多年纪。哦呀，你家房子还有蛮大嘞！以前这种房子都是吊脚楼啊，还可以出去啊。那上面以前楼上还住人不？对，楼上没住人，放一些杂物了。哇呀，你们是真的好勤快耶！有那蜜蜂啊，我哦，在这里养一些蜜蜂，养一些蜂蜜了。哦，这个枇杷树有20多年。几月份有枇杷树枇杷吃啊？什么时候有可以摘枇杷呀？什么时候有枇杷吃？成熟啊。几月份的啊？对，成熟枇杷。是。每年都长了好多枇杷，对吧？你要来掐哈，要来掐了。哦，是吧？吃茶吧？啊。吃不吃肺呀？喝水是吧？可以啊。消肺不？有水有茶是吧？有茶。哎，好，喝一下山泉水酿的茶。以前整个这里面住了多少人呢？以前那个了哇。我蛮多年的，现在有100-200人不？不止，我的正街村，我的这个村地9个多，我的第1个多，到时候呢有8个多。8个组啊？有300多人。有300多人。现在这里好像我看一下，那里是有一位老人家住的吧？对，20几个的。现在有20多个呀，但是我看这里只有几栋房屋啊。20几个头的了。哦。以前我的5个村编的1个村的，5个村编过。哎呀。村委会只能坐下去呗。好，坐一下。哎呀，你儿子就是偶尔来这边看一下你们是吧？他的小孩错了。没事，小孩没事。拿着把菜呀。啊。没事的爷爷。没事，爷爷坐。坐。啊，你是已经泡了茶在里面是吧？来，喝点茶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我们就是出来玩一下，哪里风景好拍一下风景。我觉得你们这个村落呀，真的是原始的这种古村落，我们的房子都不是这样的。你们以前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吗？你这个房子修了才40年，那么在你40年之前也是住在这里吗？对。哦。现在你们就是在这里养鸡了，养鸭子了吗？酿一些蜂蜜。采一些山里的茶籽啊。采一些野草，这里的竹子看上去有蛮多。哎，这里面的空气好哎，环境也好，是吧？我看这些电线杆是后面换过，什么时候换过的呀？这些电线杆呐，看上去都是新的。
啊，兄弟，对，嗰只等这个桥呗。搞了几年呢？换了有几年呢？跟你等这桥。哦，就这2年搞的，主人就搬走了，所以房屋就倒塌了，对吧？我刚刚走过那里看了一下，哎呦，带小朋友去。谢谢奶奶。谢谢。你吃不？我不吃，我吃了午饭，我不吃。谢谢。你年纪应该70，他刚刚这个伯伯是70几岁，你应该70岁有吗70岁了，梦啊70岁的。哦，刚刚满70岁呀。去年梦啊70岁的。哦，那还看上去身体都还好哎，你们不好啊。住在这里面比较养生，环境好，这里面。你说70岁的这个老都不去用的。没有啦，头发白肯定很正常了，70岁。我们等一下就回去了，不用，太客气了。这玩不行哎。现在这里面就是你们平时种菜都是种在这个位置吧？做我的，原来种田，全部是农田啊。一下荒了，现在你们都去到了，住在镇上去了，外面去了啊，住外面去了。就是我的老娘啊，仍然住在这里面。我是老家，这是老家。都去了，都住外面去了。是的，现在农村里面都是这个情况。这里打电话还是打得出去。现在我们刚刚在那个山谷里面，在那里面没有信号。哎，我的他搞远的。啊，对，我们刚刚从那边出来。哎，我们这个房子啊，哎呀，这个的。是吧？哦，上面的瓦还做了一些剪石，对不对？哦。哦，我看到你们家堂屋上面那个装饰的那个还蛮好看的。没有，我们没见过，从小没见过这种房屋。野生黄金没有。野生的什么？黄金是吧？没有。应该李林，你们这边的话应该到处都有吧？有的人挖。每年好多人都挖的。哦，每年好多人挖呀。我自己种了一点。我自己种了一点挖了。哦，你自己还种了一点。你现在是经常到这里面来看望你父母吗？我在这里。你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？那你在这里的话，那你小孩嘞？我小孩打工了。他们在外面是吧？那你现在也跟你父母生活在一起？这个房子，哎呀，这里面放了几口那个寿材哦，这种没刷漆还好，放了3副啊。你们家为什么要放3副这个寿材呢？亲戚，我的亲戚搞我冇得搞的，我要搞到嗰啲，嗰是我的用过那个。哦，亲戚的哟。我说你们家这个堂屋里放了3口寿材放在这个里面，我说怎么会有3副了？他说有亲戚的衣服放在这里。这你玩吧？是，不用，我们刚刚在下午在吃了一些东西。小朋友吃饭吗？你吃饭吗？不是，小朋友吃饭吗？不是。有饭没？哎，没事。他不家里收拾的好干净哦。他不同意就不行。好，你们吃饭吧，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。好，走了。好，你们吃饭吧。黄伯伯，你们吃饭了，我们去这里面再转一下，好吧？好，不打扰你们了啊。我镜头前面的这栋房屋，因为没有人住了，所以坍塌了。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条路可以走过去的，但是现在全部都是茅草覆盖了，所以这边的路呢荒废了。他们那边是怎么过去的呀？是不是从他门前那里过去啊？啊？哇，应该是从他门前那里过去吗？这里没有路了，好像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，这里呀有2栋房屋，也是泥土房。我们从这里穿过去，到这户人家这里看一看。哇，
哇，门前潺潺的溪流声啊，在门前经过。你好，老人家，哎，阿姨，我们刚刚在那里，我到这里来玩一下，可以吗？我看一下这个门是，哦，这样开着的，来进来。你们吃过晚饭了吧？我们吃过啦。哦，到这边来玩一下，然后在这里啊，看到你们这个山坳里面啊有这种泥土房啊，就很好奇过来看一下。啊，哦，这个现在这栋房屋就你们2个老人家住这里是吧？哎呀，你这个房子看上去有蛮古朴的，这是什么时候修建的房屋啊77？70几年啊？77年，那正好有50来年了。对呀、房子。我那个房子。哦，你们家这个青山碧水，旭日和风是吧？啊，你们家这个以前这个房屋建造啊，清和善居吧？哎，不错呀，你是书香门第、耕读传家的家族啊。你们啊，这位是你的老伴，你年纪有多大呀78。？78岁啊。这个伯伯嘞84。？84啊。哎呀，那是年纪有蛮大了嘞。啊，家里家家户户都晒了绳子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走一下，参观一下你们家的房子。这房子50多年，老房子住的舒服啊，冬暖夏凉啊。哦，以前这里还做了阁楼，对吧？喂。是的。啊，家里栽了笋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你们家的。冇做，揾多隻嘛。冇做。厨房。有麻婆。哦。收穫。门前这个山泉水啊，这里他们家的房屋地基还有蛮高哎，看到没有？以前这里栽种了好多芭蕉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。这个芭蕉是发了，芭蕉发了。是吧？这个芭蕉以前什么时候种的？这个芭蕉现在还会结芭蕉吗？结芭蕉现在就发了。还会结芭蕉啊？哦，那什么时候会有吃的呢？这芭蕉？求不熟。求不出啊？我那个皮头不行。哦，现在这个芭蕉已经变，它被在那边掉点，被掉掉。哦，会掉了，就是养不熟是吧？就是长不熟。哦，这个门前你们家这个房屋地基好高哎，对吧？沙头砌起那个。用石头堆砌的房屋地基，那以前修这个房子好困难吧？也还好。也还好啊。以前这个是我看是泥土房。一个菜园呐，那里是。哦，以前是个菜园子，这里是泥土房吧？泥土房啊。后面是什么时候做了粉刷呢？我的起个就做个粉刷的呗。哦，修好了就做了粉刷。你这个以前做的这个吊脚的这个栏杆呐，是主要做什么用途嘞？就是晒这东西哦，晒星期是用冬棚这个全部是你蹲着晒蹲着那些哦。哦，就是长铺的那种稻草是吧？然后晒被子或者晒一些东西可以放在上面晒的。哦。还做了门。有小孩安全一点哦。啊，有小孩安全，小孩爬到楼上去玩。哎，是的。你这个房子的特色还不错嘞。然后房屋看那个瓦是不是修缮过呀？修缮过，前几年又加了一些瓦嘞。哦，前几年加了一些瓦。我不喜欢的，我哈的后军都买的有房子。哦，只是在这里面养一下老了，在这里。不，我们也在后军这边真的搞的笋啊笋。哦，来这里做事情，我看你家里也是摘了一些，也是挖了一些春笋晒干，有人来这边收，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来这边。
平时也住在外面。陪我去，他的不嫌我累。哦，你儿女们，你几个孩子啊4个。4个孩子啊？有男有女。有几个儿子，几个女儿？一共。啊，2个儿子，2个女儿。哎呦，阿姨的命真的好嘞，儿女双全，子孙满堂。哎，真的是好哎，是吧？所以小孩都不愿意你们太劳累了，但是在这里面你们是养鸡呀，或者是说种点菜呀？都没有，一没人做，还没有鸡，我哋搞个就会走。哦，搞完就走。哦，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下。锁门。那也就是，那他们这几栋房子的人也都基本上在这里啊。这个是谁住在里面啊？我那个叔伯母。叔伯母啊。我们小孩个叔叔。小孩的叔叔啊。叔叔婶婶。叔叔婶婶，也就是你老公的弟弟了。你那个婆婆是姓什么呀？不敢姓东哦。姓什么？当姓王冠东啊。张啊，工厂张啊，姓张啊，张伯伯啊。哇，84岁了。啊，身体还好吧？你们？我身体还好。身体还好啊。就是走有点蹬。哦，腿有点不舒服，那是了。现在是叔叔婶婶还在里面住。哦。他们是长期住在这里，也是偶尔住在这里呢？长期住在这里啊。哦，他们也是长期住在这里。然后那里有2户人家。哦，是吧？我看到这个电线杆也是后面换的，然后在山谷里面呢也去看。去年啊换过了，所以国家这一块呢还是比较重视啊。你这个村落啊也没有废弃了，还是有一些老人住在这里。收拾扶贫村咯。扶贫村呢，平时政府会有一些资助。反正是不行的，反正我反正没得。哦。我看一下，去这边看一下，打声招呼去。这里是你们接的山泉水。山泉水。哦。那里水最好啊。哦，这个山泉水是从哪里接出来的呀？从那里呀。哦，哎，那前面是不是有一条路往这里走过来啊？从他门前那里过来。哦，我从这里过去。哇，这山泉水是接过来的。那栋房屋的主人就一直没有住在这里，就倒塌了。好，往这边过去看一下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他在这里是好像是长期住，所以养了一些鸡。是的，是的，养的话也不方便。哇，你们的房屋都是背靠大山哦。你看它这个房屋是不是那个咸鱼？是的，咸鱼，它是咸鱼上面是一个圆圈，然后有星星，下面是一片叶子啊，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，对吧？是的，还有它的寓意。寓意呀，有什么寓意呢？玄鱼，鱼通鱼，有谐音，年年有余。哦，就是对家族兴旺的一种美好愿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哎，这是他们家养的鸡。而且这种东西对于风水上也有一定的讲究。哦。因为这种东西只出现在中国的传统古建筑当中。是吧？中国的传统古建筑一般都是木质结构嘛。玄鱼，因为它有那个鱼嘛，鱼是生活在水里面的。水的话，要是放在木头上的话，就是发生火灾有一定的克，知道吧？相克。对对对，好，那非常不错。看一下，这里是往这边走吧？看一下，你好，有人吗？哇，这户人家在这里安装了卫星天线，可以接受电视信号的。把门关起。你好，有人吗？晒了衣服在这里，是不是在这边厨房忙啊？哦，
好，有人吗？哎，阿姨你好，在吃晚饭呢。刚刚我们在这个里面玩，然后看这里有几栋泥土房，然后过来看一下。你们家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修建的呀？满屋子是那个。啊，还好。其实住这种泥土房，冬暖夏凉。你像夏天的话，就很凉快啊，对吧？不像那种砖房。是的，只要保存得当，就是偶尔做一些修缮，不让它漏雨的话，应该很好住啊。这个房子，你们家这个房子有蛮大呀，看上去。平时在这边的话，养一些鸡了，然后山里面的一些野果子啊，像那个笋啊，是吧？我刚刚看了你那个大厅那里啊，在挖了很多春笋晒干。哎，啊，不用做，你忙你的，你吃饭了，打扰你吃饭了。哇，这山里面的温度还是相对来讲低一点哦。像早上晚上的话还比较凉。今天这几天出太阳，这一段时间这边也是下雨吗？下雨，这个就没下雨，这个真的过去前天好过。啊，阿姨年纪多大呀？70几了。70几啊？那还好啊，不，看上去还蛮年轻的。对，我觉得你住在这里面环境好，空气也好，身体还可以吗？身体不太好。伯伯嘞？还有你老公。哎，你老公在家里吗？在家里啊？都能的。耳朵不是很好，听力不是很好。哇，你这个泥土房修建了也有50多年吧？7几年，他们那个房子7几年修的，你家这个房子呢？我那个8几年。8几年修的啊？哦，那也有40多年啊，是吧？我看一下你家里啊，参观一下。哎呀，家里收拾的还蛮干净的。这些笋的话，最近下雨天就这几天出太阳吧。那下雨天这个笋还要再晒耶。没干，这个别人就是晒干的话，别人过来收的话，应该也有几10块钱一斤吧。没有，120块钱。才120啊？刚刚我在那边。吞晒个嘞，落雨天吞晒个。哦，下雨天呐。下雨天就吞晒个，我哋这落下雨时。哦，也就是说，你说下大雨的话，这里面会有一点点雨飘进来，那你这个就会受潮啊，对吧？那你这个房子就是要做一些修缮了。收不着，没得钱。没得钱啊？以前这个村民住了蛮多年，以前很热闹。老个嘞，4个了，是的，年。我睇你冇啲活动啊，我冇啲活动偷去啊。没有学校读书。学校就偷去啊。哦。啊，不用，我刚刚在那里，刚刚在那个黄伯伯那里喝了水，喝了茶，对。哦，到这里来看看，你这个是不是压笋的呀？是吧？我看到每家每户好像有一个这种板子，然后把你这个笋呐，把它煮熟，是不是要煮熟啊？然后压干，把水分压干，然后再晾晒。哦。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个春笋要把它做成笋干的话，其实也工序也蛮复杂耶。啊，是吧？也是蛮累的。你看家里搞这么多笋子，啊，没事，打扰你了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在这个古村落里，还是有居住10几口人，而且呢，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爷爷奶奶。和他们的聊天中得知，他们在这里日子是非常的古朴，生活也是非常的悠闲自在。那我在这里祝他们身体健康。好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